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北京又出大事，号称百国来朝的第12届香山论坛9月17号开幕，但是最爆炸的新闻不是谁来了，而是习近平的贺信不见了。这可是开幕式的必备桥段，国防部长董军本该在第一时间宣读最高统帅贺信，可是今年突然消失。习近平被冷处理，舞台焦点反而落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身上。他当晚是高调亮相，还抛出大团结、大协作的口号，气场全开，就像是在摊牌，军中我说了算。那么问题来了，习近平的贺信为什么会消失呢？张又侠的高调是不是一种挑战呢？而军队里同日打包拿下4名将领，这场自嗨大秀的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内斗和危机呢？香山论坛其实是中共军方内斗的最佳观察窗。第一个看点，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开幕致辞，现场虽然讲了，但是官媒却延迟一阵子才公开。这种慢半拍的宣传节奏背后的玄机可不小。为什么董军的讲话要延迟公开？其实无论是93阅兵，还是这场香山论坛，真正的观众并不是外宾，而是中国老百姓。既然要给国内看，那就必须经过层层审核，把台词打磨到符合官方剧本。再加上9月18号是918事变纪念日，卡在这个节点发布，更好拉动民众的情绪。还有一个微妙的因素，那么中共党魁习近平这次没有公开发贺信，延迟董军讲话的发布，也能在宣传层面淡化这个尴尬。简单的说，香山论坛舞台是给军方自导自演的，热闹是给老百姓看的，而尴尬是留给习近平一个人的。习近平为啥尴尬？按照惯例，每年的香山论坛，中共国防部长都要在开幕式上宣读国家主席发来的贺信。习近平在去年的贺信中，还在为世界100年未有的大变局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事呕心沥血，而今年习的贺信被抹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习近平这回显得是有点被冷处理的味道，但是另一边却有人被热捧，谁呢？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香山论坛晚宴上，张又侠高调亮相，气场全开。在致辞中，他提了习主席一句，但他还说以大团结、大协作应对新威胁、新挑战。这内容、这口气，怎么听都像是他在公开摊牌，我是军中大佬，我说了算。火力全开，对张又侠的发言是大肆渲染，营造出了一种大佬登场的气氛。陪同张又侠的是谁呢？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以及国防部长董军。刘振立是张又侠的铁杆嫡系，是在中越战争中和张又侠一起扛过枪、打过仗的。还有传闻说，刘振立才是张又侠心中的国防部部长。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着屏幕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那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之后都更放松、更滋润。如果呢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短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就好了。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之后就可以了。
用完撕下来不扯皮，妆也不花，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至于董军就比较惨了，虽然被推到了前台念稿，但是却一直在中枪躺枪的泉眼里求生存，因为他是被前中共中央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提拔上来的。苗华落马，董军难保也是合情合理。说白了，董军更像是临时演员撑场子而已，真正的男主角压根儿轮不到他。不过不当男主角也好，至少好过人间蒸发。另外一个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去哪了呢？去年的香山论坛上，张又侠会见了哈萨克和越南的国防部长，而何卫东接待了缅甸、南非和巴基斯坦的军方代表，张何二人平分秋色，都刷足了存在感。而如今的军队内斗早已掩盖不住，苗华被免职，何卫东神隐。前不久，中共人大第17次会议公告，一次性罢免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上将，火箭军纪委书记汪志斌中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政委高大光中将。军中高层是一片震荡。如果香山论坛还要营造军队稳定的氛围，效果难免是场面热闹，气氛尴尬。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共军方组织的这场军事外交盛宴，请来的客人都有谁？这一届香山论坛号称有10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北京是拿麦高歌，国际困难户捧场鼓掌，而美国和西方则坐后排打哈欠。美国这次非常低调，只派出了驻华武官阮尊，还有几位副武官、政治处官员出席，比去年和前年的阵容级别都是大幅降低。中共连个前排的座位都没给美国安排，显示双方在军事交流上似乎降到了冰点。但是中共又把关系拉回来一把，北京想把降规格说成是深交流，不知道美国怎么想。如果真的重要，美国会派高层；如果只是礼貌性的参加，那就派武官就好。与其在北京听董军念稿，美军不如把时间花在和盟友一起，也搞个阅兵军演什么的，来得实在。而去年的香山论坛，由时任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率团参加。2023年呢，则由当时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团出席。而今年的这场论坛顶多就是个观察场合，确保还有个沟通渠道，避免直接擦枪走火。其他多数西方国家和美国保持一致，也都只是派出了低阶外交人员来走个过场，保持观察。美国和西方为何降低规格，不再给中共捧场了呢？有军事专家分析的直白。9月3号，北京搞阅兵，习近平找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站台，这就是摆明反美同盟的宣示。美国总统川普甚至直接批评说密谋反美。美中关系已经划清界限，而西方国家也都清楚，香山论坛不会有建设性的讨论，顶多是北京单方面输出立场。那么派高层去就等于帮北京宣传。中共安排董军致辞，但是在开幕式上发言的机会也确实没留给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态度就是我不缺席，但我不陪你中共唱戏。那么这场大 party 主要的嘉宾都有谁呢？清一色是柬埔寨、缅甸、卢旺达、古巴等这些老朋友。还好俄罗斯派来的人没降身份，还是国防副部长。只是今年的特别代表是普京的亲侄女安娜齐维列娃。说白了，这场军事论坛从国际交流平台变成了中共统战茶会，都是自家的难兄难弟在自娱自乐，美国和西方在冷眼旁观，内外的真实情况也都冷清得很。也不知道是中共的哪位文胆给董军写的发言稿，文采怎么样先不说，但是胆子足够大。董军在香山论坛开幕式全场放话，核心有以下几点。
在台湾问题上，董军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他强调，共军随时准备挫败任何外部武力干涉，绝不允许台独图谋得逞。董军为什么特别强调外部干涉呢？因为就在论坛前几天，美国在台协会才公开表示开罗宣言等文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这就等于直接戳破了北京最常挂在嘴边的历史正义论述和总想武力侵台的借口。事实上，也只有中共把台湾划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共和制的国家。但是国际社会早就明白，台湾现况并非北京片面宣称就能决定的。董军的发言就是对美国在台协会的隔空反驳，把台湾问题重新包装成战后秩序不可挑战，并把外部势力暗指美国。在历史正义的说辞上，董军把二战史观再次搬上台面，高喊要坚定捍卫战后秩序，反对改头换面的霸权逻辑，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实际上，中共正在用一套自我麻醉的叙事，把自己塑造成二战胜利果实的守护者。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共当年根本不是战胜国的主力，却靠着谎言和话术，企图窃取二战胜利的荣耀。如今，任何不符合北京主张的声音，都被他打包成对战后秩序的威胁。这不只是历史偷换概念，更是赤裸裸地窃取历史的胜利果实。而在南海安全上，董军批评域外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战中共权益，强调中方依法维护主权，还提到中共坚持不结盟，与共筑安全屏障，暗指美国拉小圈子搞对抗。中共军队要做和平力量，坚持不结盟，反对小圈子，听起来很宏大，但是问题在于，中共嘴上说和平，手里玩水炮。就在香山论坛的前一天，中共海警才用水炮驱赶了菲律宾船只。在南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海域，中共海警向多艘菲律宾船只喷射水炮，菲方指责中方采取挑衅性行动，导致驾驶舱玻璃破碎，船员受伤。中共说反小圈子，实际是在拉小圈子。阅兵看台上的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算不算小圈子呢？香山论坛上又邀了一堆难兄难弟撑场面，不就是另一种结盟吗？对台湾观众来说，董军唱的这出戏还是有几个看点。董军一方面讲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强调随时准备挫败外部武力干涉。这个手段是和平与威胁并行，更像是用武力谈和平的老调重弹。北京再怎么喊和平力量，同时却在准备军事冲突、大搞军演，这就是最典型的双面讯号。台湾不可忽视影响台海安全的这些因素。而另一方面，中共内部军权震荡，军事实力不稳也是不假，大家都不必被他的对外宣传和军演上的花拳绣腿所吓住。而美国此时态度冷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华府不着急在北京的舞台上跟中方辩论，而会选择实际行动来确保台海的安全。而美国的立场一向是两岸分歧应以和平方式，并在台湾人民同意下解决。在这次香山论坛上，董军的讲话对外是秀肌肉，对内是喊口号。北京的战略话术不会停，但当中共军方一边抓贪腐，一边喊统一，这背后更多是内部不稳，需要对外强硬的老套路。我们一开始就讲了，香山论坛舞台搭得再大，也掩不住内斗的刀光剑影，而这场自嗨大秀唱到最后，只会让世界更看清中共真正要打的不是外部敌人，而是他自己内部的敌人。只是习近平的尴尬已经摆在台面，一旦他在内斗中斗不赢，为了转移危机，会不会铤而走险，把战火引向台湾？这一点值得警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